完日本，出门玩了1个礼拜啊，又回来跟您聊天了。这回开车去京都、大阪转了一圈，挺好。一路上逛吃的，也拍了不少素材，回头剪出来给您看看。看看今天这个走出了疫情，正在努力恢复活力的日本。今天咱们也不聊什么太严肃的话题了，接茬说说我那个东游记系列吧。咱们书接前文，上回说到啊，我20年前刚来日本，年轻气盛啊，当着一帮留学生跟学校后生科管宿舍那老头对着吼，结果捅娄子了。那老头还管着外国人的奖学金嘛，要给我停了。那是我当时唯一的收入啊，这要给断了怎么办？按我们那个留学生别科主任的意思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最好还是跟老头沟通一下吧。怎么办呀？去跟他附耳道歉？那你别那么横好不好啊？这去认错多没面子呀！可话说回来，面子能当饭吃吗？我这交完了学费，当时身上没什么钱了，每个月就靠这点奖学金活着呢。日语又不行，也找不着工作，还能怎么办？愁啊！当时24岁，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纠结，晚上也睡不着了。可这事儿还不能耽误，他这决定要生效了就搬不回来了。大概快天亮的时候，想明白了，来日本之后学的第一个道理，如果你还不够强的话，想活下去，甭管你觉得自己有理没理，都得夹着尾巴做人，只是因为你的渺小。所谓的认怂保平安啊，就跟现在你要在国内动态清零给封家里了，你能怎么样？再怎么逻辑缜密，再怎么巧舌如簧，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这边想通了，早上起来翻出一盒从国内带来的茶叶，就去赔礼道歉去了。学校后生科在一个巨大的办公室里，几十个日本人坐在柜台里面，还有好多办各种手续的学生，其中还有几个我别科的同学，站在门口是真不想进去啊，深呼吸无数次没有用，最后咬着牙抓着自己的腿，愣把自己给搬了进去，叫那个老头过来。嚯，那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，那意思怎么着？你不牛吗？来干嘛呀？我说那个老师，咱能不能单独聊几句？有话想跟您说。老头，不用，有什么你就在这说。他说的中文啊，看着周围的人当时真张不开这嘴，但没得选啊，一咬牙，老师我错了，不应该不尊重您，我跟您道歉，鞠躬。我脸这个烫啊，我就低着头，但好像能看见所有人都在看着我。就这么沉默了几秒钟，就听见哈哈哈一个近乎咆哮的笑声啊！一抬头，看见一个转身离去的背影，给我晾那儿了。我这道歉有用吗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很憋屈啊，好没面子。好像后来回自己房间的时候，还干了一些什么用头撞墙之类的傻事儿。只能说呀，当时还是年轻。就这么又过了几天，学校通知我可以去签字继续拿奖学金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基本就是学校宿舍2点一线，一直啊想在日本找个工打，多赚点生活费啊。那会儿穷到每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500日元，什么概念啊？500日元到东京来，现在都买不起一碗普通的拉面，所以那个预算过日子就得精细点了。比如说去超市，专门得赶晚上7点以后挑打折食品。日本超市打折呀，一般都会贴一个黄色的不干胶。结果天天就找这个贴条的食品，找了几个月之后，不贴条的东西我都看不见了。不贴条就会在我的视野里边被完全无视。还比如说吃肉，只吃得起鸡胸肉，因为最便宜，100克卖38日元。偶尔改善生活可以吃一点鸡翅根儿，58日元。鸡腿肉就别想了，98呢。猪肉更贵，便宜的最便宜的128，牛肉198。为什么我记这么清楚呢？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打工赚钱了，能买点改善一下。可当时那个日语根本说不通，
所以也找不着工作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有一天我在学校又碰见那老头了。那会儿感觉已经算是基本适应日本了吧，心态也平和多了。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好像把性格的某些部分给磨平了。我还主动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忽然问说：“哎，你有工作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吧，有一个工厂联系我，想找几个学生去勤工俭学，到工厂里卷胶布，就是工资低点，你去不去啊？”哎，居然还有这好事，我当然愿意了。于是那周的6日2天，每天干6个小时，每小时的工资700日元，在一个工厂里边卷胶布，就成了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。后来这老头给我介绍了不少工作啊，说他是个好人吗？也不全是，因为他那儿的工作呀，不是工资低就是条件苦，一般也不好找人，所以可能就算是各取所需，互相利用吧。比如我们那会儿一般工厂打工嘛，工资1小时都是1000往上的，他那个胶布厂给700，中间这个差额是工厂不给呢，还是让他给赚走了，这都不好说。还比如他介绍过一个做防火板的工厂，进到里边啊，就能看见满厂房飘那种防火纤维啊，光口罩就得戴3个。我后来的鼻炎怀疑就是从那儿落下的根儿。我去的时候还是夏天，那简直爽极了。工厂里有个温度计，早上8点开工的时候最凉快，36度，然后差不多每小时能升1度，一直到40度左右，就这样一直保持到下午5点下班。中间休息的时候一摘口罩，3个口罩，最外边这个上面的一层灰啊，一吹前面都看不见人了，里边这2个口罩出汗都湿透了。好多跟我早上一起去的留学生，吃完中午饭就找不着人了，直接给干跑了。工厂休息室里边到处摆着日本那种梅干、腌黄瓜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，让工人们赶快补充点盐分用。总之啊，生活不易，可也没办法，得活着呀。可就这工作还不是老有，你想那道理啊，夏天最苦的时候不好招人，找到我们。等凉快了，就有日本人补进来了，谁还用中国人啊？日语都说不明白。反正那会儿甭管什么活吧，只要我有时间就干去。这边正要吃饭呢，电话进来，什么工厂需要夜班，马上就得出发，放下筷子就出门了。干什么都不重要啊，给钱就行。因为不稳定啊，你干完了这个活，下次再什么时候有就不知道了，所以就特别想能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工作。转眼啊，就快到年底了。有一次和另外一个留学生一起吃饭，他是在一个意大利面的餐馆打工，要过年了嘛，准备带女朋友出去玩一圈去，问我说：“你能不能替我几天？我跟店长打好招呼了，你就负责厨房刷盘子就行，2周我就回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没问题呀，是吧？有求必应，有功必打是咱们的 slogan 啊。而且他那个店1小时给800呢，在我们那边算是挺合理的价格了。从小到大一说起留学，那就是在国外刷盘子嘛。没想到我这到日本都大半年了，终于有机会从事这个主流的行业了，感觉有点小兴奋还。于是按说好的日子，我就去店里了。店长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人，特像抗日电影里边的太君，戴个小圆眼镜，说话有点像个小痞子，给人感觉不太正经的那种。带我到洗碗台那儿，我前面是一个日本大哥在那儿干，到6点我接他的班继续刷呀。往里边一站，3面包围，正前方是一个大水槽，里边是一个大盆，跑着一堆盘子碗的，左边是一个洗碗机，右边这一面是个3层的架子，对着客人吃饭的区域。前面的服务员一进厨房就可以把收来的这些脏盘子放下，然后洗干净的盘子、杯子、餐具什么的放到左手边的各个箱子里边，装满了再给厨房或者前面的吧台给送过去，就这么个环境。这时候正是饭点儿，外边源源不断的有撤下来的餐具啊，就看前面这日本大哥一个盘子刷刷刷放进去，再刷刷刷放一个，太慢了。转眼右边这架子都堆成山了。
我一看就别耽误了，赶快进入战斗吧，伸手就奔那泡着脏盘子的盆里去捞盘子去。结果没想到里边有个碎了的杯子，手这块一下就破了。这怎么办？手上一个口子流着血，下边一盆脏水，旁边还有堆成山的脏碗。厨房里边的人都在那忙自己的，也没人理我。好容易等店长路过，赶紧过去给他看看我这受伤了。他瞥我一眼，跟我说：“能干就干，不能干现在就可以走。”然后就忙别的去了。怎么办？干吧！找了个不知道干嘛用的塑料袋，把手一包，然后就开始刷。弄了2下，发现啊，我刷完比前面那大哥有天赋多了。他那个刷法太慢了，反正你给他弄干净不就行了吗？我就不一个个刷了，直接就哗哗哗的把那个盘子碗就往洗碗机里摆，偶尔有没洗干净的扔回去再洗第2遍呗。所以我这样洗速度就巨快啊，而且我手大，就喝水那种玻璃杯啊，我一只手能抓5个，一次就是10个进洗碗机了。旁边那座小山肉眼可见的在一点一点降低，甚至啊，我还能腾出手来把那个架子给擦擦，把掉在上面的生面条什么的给收拾收拾，看起来利落一些。总之吧，这一动起来还挺有成就感。店长路过的时候还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，可能觉得店里来了个刷碗天才吧。从6点进店一直干到10点，感觉时间过得飞快。该下班了，才想起来我这手还一口子呢，包手的那个带子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，泡的这个伤口发白，还有点往外翻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有点麻。一转身，店长站在我后边，点点头，说了一句日本人夸外国人最常说的话：“不错，你干活像我们日本人。”我心说谁像日本人呀？前面那大哥那么磨叽，我比他快多了好吗？但没说出来啊，跟他点点头，就准备换衣服回家了。换好了衣服的时候，店长把一个药水扔给我，让我先处理一下伤口。他去前面照应一下，回来说想跟我聊几句。说什么呢？您看这期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得嘞，您记着关注我，咱们下回接着聊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